第一个问题，中期经常不知道干什么，容易被打野抓，这种得找对局去带入的，带入者去讲。我要不就找刚才打过的吧，刚才打过你们看过的，我就讲那把阿卡丽吧。什么时候算中期？你看我每波出来的思路嘛，我给你讲一下每波出来的思路。看他这个出装路线，我觉得他很肉，就是说我出战斧，我的伤害会对他没有威胁，所以我这把选择了出破败，对不对？但选择破败，破败又不能一波掏出来，我就是买了十字镐加900，就是说我这波得想办法存出破败，这就是我此时此刻该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每一波出门你该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，你根据小地图，对吧？收集视野信息去观察。我给你讲细一点，我给你带入，我可以带入到任何一局游戏里，给你想当时那一波我在想什么。这波拿下一波单杀，但只是这把的第一次单杀，我打了那么半天，我本来这波拿下一波单杀，但只是这把的第一次单杀，我打了那么半天，我本来准备回家出战斧的，然后看对面4个人全部露头，就等于没人干扰我，所以我就多摊了一个镀层，摊完这个镀层回家正好是900加875，你可以看一下经济面板，正好是这个经济，摊了这个镀层才够，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，打游戏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。你看1900 1875正好钱消费完，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？我大招80，我双招都在 CD， 大招也在 CD， 我现在破败还很远，然后这把看上去整体队友4v4还是打不过的，对吧？我现在该干嘛？而是说你现在你能干嘛？不是说你该干嘛，而是说在你能力职责范围之内你能干什么？我现在没有双招，没有大，我什么都干不了，我不死就是我最大的团队贡献了。最好是能什么找对面打野位置啊，就做点这种偏向于功能性一点的事情。因为你能力有限，为什么？你没大，你没双，这东西不是说你每一局格式化的、程序化的该去干嘛，而是说在你能力范围内，你怎么样能把自己身上这些优势转化为胜势，让队友舒服。你看这把，我身上有一个眼，我插了先锋眼就防不了 gank， 我防了 gank 就防不了先锋，我选择了丢先锋，我防不了 gank， 我现在上线只能挂机，不能换血，不能动。这波瞎子是铁定在上半野区的，很好算到，就是算他刷野那个红 buff 刷新时间就行了，他肯定是在上半区的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只有个空有个大招，但是没双招，我瞎子抓我一波抓不死吧？我不交技能他抓不死，我交了技能，都甚至会被他抓死。那我现在干嘛？稳住，等瞎子露头，看瞎子露头，你再做进一步的打算。好，瞎子露头了，他在打我的先锋，我直接去，阿卡丽跟着我，所以我不能直接去，我先把这波线推了，让阿卡丽左右为难，进退两难，再看对面后续怎么说。这先锋我不是一定要的，这样我把线推了，阿卡丽被线困住了，对不对？我人靠到先锋，看瞎子是个什么状态，看了一下状态还有点健康，我点燃也没好，摁缩没有好结果，阿卡丽也来了，我准备撤，结果发现瞎子也跑了，那这个先锋啊，南天给我打信号了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搞一下，观望一下。对不对？我看一看，我不是一定要动手。南枪给我打信号说他要来，那咱们就动，对不对？我装备对位阿卡丽是有优势的，咬一口瞎子，对不对？瞎子断了节奏。现在人头比5-10，我现在该干嘛？看自己的经济面板。我装备破败才成型，对不对？我破败之后可以把阿卡丽摁着打，战斗力碾压，再看对面整体阵容，我单挑会无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就是存钱的一波。先锋急打吗？不急打，该吃的镀层吃一吃，回家把破败补出了。破败补出单挑能力小无敌，但是还会有点脆，所以你不能去正面乱搞。现在时间还没到14分钟，14分钟以前还是以线上的东西为主，因为你不能让对面上单吃镀层，你知道吧？首先你现在出去，你一要考虑自己gank成功率，二要考虑你假设这波你走了，无论是不是成功，你会损失多少东西，你7天都得做个报表，在心里得有根秤，你去算一算。所以整体来说都是不值得的。他们现在破败了，上线了，配合火，我们一套差不多能杀他，基本上满血整条线，对吧？这个你心里有数。然后先锋就在你边上，你可以看着一点，不是你该干嘛，而是你能干嘛。通过对线打出了优势，你那些优势可以干嘛？我现在没大，所以我不急，我攒了怒，我也不会交易，我也怒也不会交，因为我现在连阿卡丽魂没合成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只能一个一个 A 兵，先 A 着，我观察小地图。盯着小地图，就看有什么状况。死哥11分钟没见的死哥，他说他要打这个先锋，你就让他打呗，对不对？你不用去的呀，因为对面中野露头了，
阿卡丽在线上，阿卡丽不可能去搞他的，对吧？试一下自己的整下线，差不多。这波没接上 E 技能，死个轰个大，把自己这条命先保住。没人的，对面这波是没人的。先吸点血，往上拉，看一下会不会来人，有没有可能来人，对不对？尽量模拟一下假设性原则，看一下有没有人可以来。他有时候他就蹦出个辅助过来，对吧？所以你要留技能。11分钟吃1塔，看对面整体阵容。现在就考虑钱怎么花了，看对面整体阵容是不是物理偏多。你把阿卡丽摁住了，是不是偏物理？把布甲鞋一买，把血量一撑，小无敌。现在在上路兵线没有回推过来之前，你就可以去外面去逛逛。为什么逛？因为你去上路没经济了。我现在出门再去上路打经济，我得去2塔才不知道钱。但我最近的，我可以去下路石头人，我可以去中路，对不对？下路死个再烧，那我去中路先蹭点经济再说。去上路打钱太远了，而且就那么一点线，效率太低了，对不对？正好外面队友在打架，你就在中路吃兵。就很爽，通过视野可以判断出我们队友架打赢了，但是对面中野在小龙附近徘徊啊！我这波出了布甲鞋，我是能定对面中野一套的。我有大招，我先 A 着，我觉得这是在我能力范围内，我可以弹，看到人我走就行了。直到南刀翻墙出来这一刻，我觉得他在我整下线，我 AQ 红 W，AE 被瞎子盾那个了，然后被包住了，闪现尝试跑一下，后来发现并没有什么效果。这个阿卡丽已经被打破了胆，他现在是不敢摸杜神了。其实摸也摸不了，摸也他那个线拆也拆不动，最多吃一个吧。然后慢慢开始买你的核心装啊！我这把选了破败，那就是买破败蓝拳的，因为破败之后你再想肉已经肉不起来了，你只有依靠蓝拳你才肉得起来。蓝拳散件肉总价2800，买完之后神话被动，破败直接能多100点血，你再买一件装备它又多100点血，知道吧？你破败之后除了蓝拳以外，别的装备你都肉不起来了。你整个你就没办法玩肉鳄鱼，但是破败蓝拳之后还是可以转肉的。出门镀层还没掉，去中路先手抽镀层，看男刀怎么说，不服跟他打一架，看一下你装备，看一下他装备打不打得过，对不对？打得过就打一架，在刷兵的同时去打架，知道吧？不要去打无意义的架。我就是来中路发育的，你不服我们就碰一碰，知道吧？不会说跋山涉水去找谁打一架，不存在这种事情。你看中路的线也清完了，我看瞎子跟不跟我操作。不跟我操作，我去陪队友吃这个先锋了。跟我操作，我就接下来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只往先锋走，我不用理他的。你打我就打你，对不对？你不打我，我去打我的先锋。你拦我吧，你拦住我，我就打你。现在我到了我自己是不是有点强势了？你就可以控这些中立资源了。先锋、小龙，对不对？现在先锋控掉了，让男枪吃到了，小龙还没刷新，那你就去回你的上路吃你的线嘛。你自己这条线你经济你要保证的呀。这就是在回答你的问题。中期该干什么？每一局情况不一样。有的时候我不跟团，那为什么不跟团？我跟你讲一下我那些问题的出发点。阿卡丽技能在 CD， 直接缩他一套。后续这个瞎子 A 一下 ，A 得过就 A，A 不过没办法，你没操作空间了。结果来一个泰坦 A 得过，但是有个泰坦，结果1换1。然后回家的时候边买装备边看出门去哪，准备干嘛？没有资源，那就是去有钱的地方，哪有钱去哪。或者说你自己预判一下哪里会打起来。我记得我这波钱卖一把多兰好像是够蓝拳了的，装备小成型啊，到一个小强势期。出门是不是感觉中路很大概率要打起来，对不对？就离中路近一点，走在路上再观察，你就得离主战场近一点。你队友在干很敏感的事情，何谓敏感？他在推对面中1塔，很大概率要打起来，所以你就尽量往这边靠，看有没有机会，知道吧？又抓到机会了。阿卡丽刚吃一个大赏金，吃个600，吃个900的赏金，对不对？我这边反手就给他，又摁下来。他杀完人没有什么等级提升，路过看野怪有没有野怪刷。现在等资源找对面打架就行了。我现在不去正面打架，是因为打不起来，你知道吧？你中路挂着，你意义就是等于在抢你队友的中路兵线，没有意义。先刷兵，刷完兵往外面靠，挣外快。我现在属于一个强势期，单挑无敌，对不对？把自己上路一条线吃干净，然后在外面靠，能不能挣点外快？先保证自己线上这条经济。不知道想出个啥，好像想出个 CD 吧，出个 CD 准备去小龙了，对不对？小龙因为这种点大家肯定都不会让，这种17比17肯定会打起来，
知道吧？提前把钱花干净，这样你才能在这种必打起来的55团中发挥最大能力。然后就打55了，打55就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拼装备。团战思路就不用多讲了吧，就是这东西没什么好讲的，这东西要临场判断，每一局都不一样。中期该干什么？这个问题还用继续讲吗？你继续讲，我继续找啊。容易比打野抓，你鳄鱼其实是一个不怕打野的英雄，鳄鱼基本上只要打得过1v1，你很轻松的就可以1v2。你容易被打野抓，说明你 1v1 打得并不透彻，你线上1v1没打好，对线期没打好。我对线期经常被抓。对应期经常被抓，说明你完全没有打野的框架在里面，你不知道对面打野是什么路线开野，他在什么范围内活动，我判断不了什么时候能1打2。你1v1吃透了就能1打2啊，你1v1吃透了，你1出来的战斗力就能打野。我对线期经常被抓，判断是我记得今天有一局还挺明显的，今天有一局下午打真心多开朗那个号的时候打的那个天使，那把就有一个神预判，就是我没有视野的，我没有视野的情况下，对面勾我没上当。看一下那把，我觉得有点东西。还从对线期开始，中期不知道干什么，被打野抓，那得从对线开始啊。首先开局这个对线，你大概有个框架，对面福耶哥这种英雄，大概区别在哪呢？正常刷野就是蓝开，然后随便他刷什么。这我也不太清楚，刷下狼呀，刷下鸟呀，根据打野英雄不同，反正都是一般是常见的一个速3再一个速4的打法，这是比较常见的。还有一种就是那个皇子那种红开抓上的，老鼠那种2级抓上的，其实整体就分这几类。红开2级能 gank 的，岩雀属于2级能 gank 的，岩雀2级能 gank 的种类很少，基本上只有10%。主流打野要不然刷3，要么刷4。对不对？反正开局都是影响不到你对线的，你只要知道这种英雄他不可能红海抓上，或者说红海即使抓上把你抓死了，他也会崩，所以你不用考虑他会这么打，你不用考虑，真不用考虑到路人局当中，因为他假设他不能红开直接抓人的打野，他直接红开抓了人，就算抓到了，你家打野他不是吃干饭的，你知道吧？根据对面的开野路线，你家打野会让对面打野崩盘，所以你不用考虑这种问题，它就是个伪命题，没人会这么打。这个天使带个致命节奏，带个屏障，1级 give。他这样玩，他肯定是要顶打野的。我这把掉经验了，但保证血线不太烂，正常换血拉扯，我是有 T 的，对不对？我这种血线很低，但我不用考虑打野，就是我说这种情况，他不可能这个时间点来抓我，而天使他一定会被打野抓，你就等你打野什么时候上来就行了，打野不上来你就自己挨着，自己抗着，自己扛着，等到他来。他总有来的那一天，他一定会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，难道他在刷野，刷着，你看上路有一个这样玩的天使，知道吧？你不要站在自己视角去看对线，而是要站在打野视角去看对线。他肯定是要顶一波gank的。不用有那种什么论头期，他没用，那你就死给他看嘛，你死嘛，你死完之后，你看他玩不玩得了这游戏，就跟你一个鳄鱼开局去下路把对面下路双杀了一样。你看他继续玩不玩得了？我是第2条命，他是第1条命，但是这个兵线他推不完，就卡在河中间。我现在升了2，还没学技能，打野来靠了。我这波学 E 会把兵线打烂，学 W 又直接跟不上，所以我这波没跟，让打野别动我兵线，我把兵线先控一会儿。你自己对兵线处理不好，你也会被当傻子抓。你说我现在这波线我推进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不对？推进去就得回家买装备了，回家能买个什么装备呢？回家买装备还得掉3-5个兵，他不值，所以我控线，我这种情况我用考虑打野吗？我不用考虑打野，他不会来抓我的。这种线有什么好抓的？我还有个闪现，他一波抓不死我，他亏死了。而且咱们按大致的框架啊，这把开局福耶哥是从下半区刷到上半区的，此时此刻他人不在上半区，这很容易判断。所以你短时间内你不用考虑打野，什么时候在gank高峰期了呢？就是等他上半野区那一组 F6， 知道吧？那一组刷新的时候，或者是红 buff 刷新的时候，他人在上半区，你很容易判断出来，你那种时候就得小心一下。我这把就有一波很离性的防gank，超级离性，我没有视野。
把兵线往前一卡，你看我这个线，那不可能有人来抓我的呀。这个线我会囤到6级，然后进去越它。你说这路上有人能抓你吗？这也不存在什么1v2的呀。这种你打野来，你就对面打野来，你走就行了，就等于打野来帮他解线。打野是一项公共资源，你用了别人就没有。天使占用了公共资源没有效果，他们家就会因此而劣势，知道吗？你被抓，只能说你对这个游戏理解还不够透彻。不过挺多这样的存在，我看他们挺多绝活哥啊，我觉得他们理解也很差。我一看这波你动手就死，我看你这波不必就死，他们还是会这样。我看他们。我也不看多，我就进去看个5分钟，我也能看出这样的大问题。你动手就死，你不必就死，他们还是会投铁，对不对？像这种情况，打野在中路露一次头，你心里就大概有数了呀。他身后有没有人，你心里就有数了，对吧？现在打野中路打架，我很清楚这是单线1v1，但我不想随便打他一套，因为打他一套之后，这个线就烂了，你线就控不住了。所以这套一定要打狠，打伤，一定要把伤害打满，不可能一上去 Q 他一下就回来的。对不对？我现在一波打伤了，我现在准备囤一波6级线进去越他。他怎么说吧？他现在怎么说？我不用急，我不用把线弄烂，我就这样一个个 A 进去，到时候我6级他4级，我肯定越他，还能摇人。这种线，因为你看哈，什么时候进塔是我说了算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等到你打野来的时候，你再动手去推这个线，对不对？像这波我们蓝刀有点提前出来的意思了，所以我就直接就冲了，要不然。等我推进塔要省技能一点，我这波双招全打。你看我蓝刀路过上半区的时候玩的多舒服啊，纯路过形式的 gank， 我就能给他提供机会。而对面的打野他想抓我，他没有回报的，他没什么机会抓我，因为你整体你对的线就不给机会。然后这波我在想什么？对面打野露头我就不让他上线，对面打野不露头就算了，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的真实想法。我就在这里看着。这波他身后是没人的，我看得见他身后没人，但是这个线说实话有点摁，我是出门装，我卡这波线卡不住，那就没办法避了。不是这波我知道他身后没人，但是我出门装顶着那波炮车兵实在是顶不住，知道吧？回家买个装备，这波差不多就心里有数了啊。这波出门，因为你自己家蓝 buff 刷新，同步对位的对面也是红 buff 刷新，你这波肯定是要顶一波 gank 的，配合上你没有双招没有大招，所以你这波肯定是要看一波压的。对不对？这是从每一波出门起就要定的思路。我这波 ECD， 我如果 E 好了，我还会就把这个蛤蟆刷了。ECD 懒得等就算了，先上线。现场什么情况？还没6，试着打一波，一红 Q， 一白 Q， 2段 E 过去咬红路，准备这么打，但是E断了，那就放回来吧，克平要放回来吧。他感觉他要升6的。他要升6，而且我现在处在一个 gank 高峰期，为什么？看对面打野镜像位置，你们注意我上路视野，我是没视野的，我现在就不知道对面打野在哪，但是我知道他在上半区，所以你们注意我的走位。你看你们看天使的血线，再看我的血线，你再看我怎么做的。我没有视野，我上路没有视野，我全程他开扫过来的，我肯定是看不见他的。你看我这种上单怎么抓呀？我给你们看那个视角，我没有闪没有大，从这里换完血之后上路空视野，我没有闪没有大，我这个线怎么对的？一点视野没有。我现在知道打野要抓我，但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里都是很危险的地方，所以我就不会点探草，我根本不会进去，我只会给个假动作去虚晃一下，对不对？看这鳄鱼，我不会进这个草，为什么？我潜意识告诉我草里危险，潜意识是哪里来的？就是因为对面打野在，这就是我随便打的一局游戏。这东西是长期经过场次的积累沉淀下来的，这不是说你说会就会的。你一边对线，在一边是算打野位置，一边去看这些东西，这不打野露头之前我就不会做太一过激的举动。看见没有？我很小心。你时刻要防打野，你时刻都要防。你脑子里从来就不会算对面打野的话，你看这波我是不是要动手了？注意看打野先露头了，看我怎么干。
我瞬间杀气就上来了，发现没有？我瞬间就开始换血了。换血之前它有个流程的，你得确保你这波安全。怎么猜对面打野位置？你玩2把打野，你心里就有数了。你像对于我来说，我虽然不玩打野，但是我知道打野怎么想的呀。我知道双方打野怎么想的呀。打野露头我就弄他，没大，没基本技能的打野露头我就弄他。打野不露头在这里打太危险了，知道吧？你这个状态又打不了2个，你没出装备的，你装备跟天使差不多，你在这里打起来又打不死，最后等他支援到，这种支援肯定是对面先到，对不对？这游戏还没到中期呢，这对线期还没结束，先把自己的镀层保住，对线打好，再把他的镀层慢慢掐一下。我在当时那局在算他大招 CD 的，他有没有大，我当时心里很清楚，或者是大招我已经精确到了5秒以内，有大没大我太清楚了。中路打起来了，想靠一下，本来往我这边走的，没走，那就算了，正好把线放深一点。他这波是有闪的，所以我的操作会不给他闪现空间。注意我的卡位，注意我走的每一步路，我再不给他闪现空间，发现没有？他这波想交闪交不出去。我的走位是跟闪现的，你闪现你都跑不掉。看一下野区有没有东西，有就刷。我此时此刻的装备很好了，但是对面的打野装备也很好，所以我不能跟对面打野硬碰硬。这肯定是要走的，对面打野的装备你是看得见的嘛，对不对？能不能打1v2，你首先得看对面上野都是什么装备嘛。那种发育不行的打野，你看他装备心里大概都有数的，他有个多少的作战能力。像这种我装备碾压了，我不知道对面打野位置，但我一定会给自己留退路的，我不可能双1上去冲人的，我会给自己留退路的。情况不对我能走，我不会交所有技能去缩。打野吃头就给他嘛，别让人白跑。绑兵线玩2塔处理，然后观察这局走向，现在破1塔了，差不多就到你说的那个中期了，结束对线期了。现在上路是穿的，队友整体也是优势，但是问题在哪？问题在丢了2条小龙。因为打野装备很好，他在我附近不跟他接触，直接走，插钱就可以摊一下，但别打架，不插钱就直接避。再看地图资源什么时候刷新。暂时没有资源，中路线也很那个，看下路对面亮了个 T， 我也没想清楚，我就交了个 T 下去，展现1红 Q， 然后发现回不来了，我自己没大的，一套技能全部打空了，站着当活靶子，这波 T 踢的不是很聪明，但不伤，为什么不伤？因为看我上路的兵线，我丢不了什么东西。因为我把兵线处理得很好，我推进了2塔，现在天使只能往外带，而且镀层已经消了。我那个上路1塔给他拆了也无所谓，况且那个塔还有满血，让他拍2下嘛，对吧？没事的呀，我满血塔让他拍2下没事的呀。记得这个天使1级怎么压我的吗？我塔满血，重新判断局势，峡谷先锋快刷了。然后我上波断了波节奏，现在人头比15比9，但丢了2条小龙，谈不上有很大优势，天使应该没大了，我当时有算，然后他们去拿先锋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我现在装备小成型，这种地图资源你不可能远离这种地图资源的，比如说这个先锋刷新，你不可能出现在南刀这个位置。你不可能让对面无伤的拿掉这种地图资源。我现在打不过这个打野，但对面打野的装备他留不住，知道吧？我当对面吃兵无所谓。我把人兵线压到这里，你注意看这个小地图，他们现在被我压在第1象限，他们离资源很远，他们根本出不来，路上的他们连视野都插不了，知道吧？我现在就是推线很厉害。而且我安全系数很高，我推线的时候的安全系数很高，我就可以把线推在很深的地方。这个时候你看，对面花了10秒钟时间才刚刚接近峡谷先锋，那这个团又从何打起呢？出了第1象限，
就是过了我的那个了，那我有人出去我肯定打，对不对？他敢出来我肯定打，他已经有点不太清醒了，没办法，打不到钱就属于拿命带线，但是我整体控得很好，你敢出来我就有时间杀你，我腾着出手去杀你，并且又不影响整体的游戏节奏。把兵线处理一下，往正面靠。这是对面的第3条小龙了，第3条了。但发现死了个人，并且下路视野全黑，急着过去没有用，所以准备先吃波线。哎，对面反过头来又不准备开这条小龙了，对面觉得我装了，我这边就打临场，咬一波风女，然后这个打野反向 R 了。这波差不多就打到这里，这条小龙我们就有争夺的资本了。本来是丢死小龙的，如果对面铁着摁着头皮打这条小龙，我可能在中路清线，然后找地方威慑一下。可能这条小龙我接不了，为什么？他不在我能力范围内，因为他没有视野，我队友也去不了，该死的也都死了，对不对？这一波节奏变相的赚了一个头不说，变相的把原本该丢的第3条小龙拿到了。然后买黑蝎，一会儿跟你讲为什么买黑蝎，就这种出装大概都是什么原因，到时候我一会儿给你们把装备全部讲一下，出这个是为什么出，那个为什么出，装备讲好久。黑蝎有追击能力，知道吧？有小加速，还有额外 CD， 这2件加起来 CD 很高，这变相的就等于是加了你的机动性。鳄鱼战斧之后机动性会很差，特别是战斧15引魔刀那套战神出装，要你追人的时候，你真的就是个嘚儿，追不到390。看一下后面有没有看，后面好像差不多了，打到这里后面差不多了。中期该干什么？我再找一把中期比较难打的局，一把纯逆风。你们所有人都认可的逆风，峡谷之巅的，就是纯逆风。我给你们看中期该干什么。这种中期该干什么，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答案，这就是每个人的个人游戏风格，它会有区别，知道吧？它会有不一样。但我告诉你，我玩鳄鱼，我会怎么想，我会怎么干，知道吧？这种东西没有对错，不同的选择打出来的胜率就是不一样。给你看打那把炼金的。逆风，这是所有人都认可的逆风。开局打一个老炼金，卡线，换血换优势，把他线卡住，就给你这里点个眼，别让他从这里出来直接把你背了，一套很疼的。打对线，谢谢无暇的海蓝色，谢谢你的3张办卡。带的还是 TP 闪现。我依仗着自己有 T， 我故意不推这个线，我可以让这个线看我家小兵自然死亡，可以让他多亏点兵，前提是你谨慎的状态还能打他的第2条命。我虽然打不了，但是我有 T， 我可以回去，知道吧？所以我就有恃无恐，让他多调点兵，我无所谓的。我准备把这个怒气咬炼金一口，咬他个半条血，我再回家买装备，再继续上线。这是我的构思。等他上线吧。Q 把骨甲刮了，骨甲好了，咬一口红怒 W， 很爽。没怒了。这个兵线我知道这里有野，我感觉不好抓 C 鱼，我一个信号都没有点，我没有摇打野来，我不会叫的，不是必死的人我不会叫的。这个眼正好也消了，但我不知道这个眼消，我算的没有那么准啊，我只觉得这种地方会有视野。这波我有点失算，我没有想到是2v2，我这波没有想到是2v2。没有闪现，没交出技能，直接被对面控死。看皎月打残局，5级带红的皎月打4级，2个4级站定碾压，但最后空了一个 Q， 就没办法。但炼金也杀不了他。结果呢，此时此刻来了个老鼠，你能想得到的，这东西就是，你可以说它灵性，也可以说它是稿子，知道吧？这种东西你是不可能算的。
你开局只会算对面2个人，算对面上野的战斗力。然后此刻我5级出了装备的鳄鱼想动老鼠，但是又怕炼金在草里给技能，最后搞得我回不去。我这波是不能死的，知道吗？我这波只能杀零风险，我只能杀零风险的人，有一低风险，我这波宁愿不动手，把兵线小拉一下，小卡一下，对吧？我自己还行，那个能玩，但是对面艾克好像就因此飞了，艾克没死，回家接着又开心的刷起来了，最后他躲了个皎月的技能。接着看，往后劣势很大的。那对线期就跳过了吧，对线期就不看了吧。我一直被对面上路带着个老鼠，所有人一起来搞，在如此环境下，反正我单线是优势，看得出来吧？我单线是优势，我被乱搞，塔直接给我拆了。现在虽然是10分钟，但已经到了你所谓的中期了，因为塔已经掉了，人已经开始到处跑了。现在我能干嘛？我一个破败鳄鱼没有大，我什么事都干不了，我只能把兵线往前推，我只能接着发育，我啥事干不了，因为我去外面也没有好结果。鳄鱼这个英雄就这样，我不是个青钢影，我是个分离者青钢影，我就是跑了。我这边草里有野，草里有野，难怪我会死。我当时在想，这个艾克这波不能来。我草里让你上路玩游戏的，他不让我玩的，对面这局就是不让我玩的。我刚刚躲起来了。2件套无敌艾克，对面因为老鼠乱跑，所以下路2打1有一定的优势，但是跟对面艾克碰不了，知道吧？没多大优势，他打个潘森，老鼠都打不过，发现没有？这个无敌 AD， 因为老鼠一直不在线上，老鼠一直在抓我，所以他们打一个单人线的厄斐琉斯，所以他们从战绩上看会有一定优势，但是打起来很垃圾 ，P 没有，镀层都没效，我现在只能推荐尝试吃镀层。为什么不去外面？为什么不打架？为什么不参团？他不在我能力范围内，我去了也没用，我去了也要死，死了不说，我还断自己发育。因为现在时间早得很，他现在还属于一个发育期。你只能做好你自己的事情，知道吧？你管不了那么快，因为你发育有限。为什么有限？我现在一件破败，我跟这个艾克怎么碰呀？对不对？我还没肉起来，我跟艾克碰不了，所以你只管自己的发育。等你什么时候觉得你的发育能接团了，或者是说有的团你不得不接了，你才会走去正面。你们看我的动向嘛，我不是在刷钱，就是在刷钱的路上，我哪都不会去。咬一口，他很怕我，直接把大开了，外面自己打自己的。很明显，这尹少不是艾克的对手。这个炼金来也没什么关系，这艾克追也追得死他。这个时候 ，ADC 已经开始口吐芬芳了，我就心里有数了，他就是个傻逼，一点都不夸张。为什么？你都不知道你又是哪里来的？你看你出了什么装备？武速血，对面有个无敌艾克，你不出魔抗，你拿什么跟他对位 C？ 如果这把把他当个优势路，把对面的上野，把下路当个优势路，把对面上野当个优势路。这游戏就已经结束，为什么？我们家的 carry 点在白给，甚至都不用艾克出手，他上波就已经被潘森做掉了，所以傻逼一个，屏蔽所有人，玩自己的。回家把蓝拳坦度补一补，知道炼金会把线推过来，我就只能去吃炼金的线，我哪也去不了。我现在有个 TP， 如果看见外面有情况有机会，什么叫机会？有人数差，或者说对面越界了装了，你就可以尝试着去看一看，知道吧？这波我感觉我队友在被追，有点危险，想交个 T 去救一下，后来发现对面一辆 T， 对面不追了，
然后炼金打断我很开心，一个炼金打断我很开心，我真不想下去，对吧？因为我马上脸上就有下波兵可以吃，然后这个逼站在眼上蹲，你们看中期的劣势会越来越大。我现在去这边没用，要炼金小口，又打个疾跑出来，干活去了，吃自己的兵去了。小龙要刷新，但是我们已经死了2人，这小龙完全要不了，完全不是对手。现在能干嘛？中立资源争夺不了，只能让正常优势，哪边优势哪边去控中立资源，对吧？对面现在整体一看就是对面优势，对面艾克那么猛，所以资源是对面的。带着无敌装备又来 gay 我，他对我起了杀心，那开个大劝退嘛，开个大劝退嘛，你再装不装？你再装我 AW 斩下线了，你装不装？你装不装？不装，不装算了吧。哦，又来个炼金，赶紧跑 ！A E， 2段 E， 别追了，别追了！哎呀，烦，烦，烦，恶心！交闪还追吗？E 好了，好拖艾克一波节奏，其实也没什么用，说实话这波也没什么用，但是把对面勾引到了不该来的地方，对吧？对面在此刻逗留追了我那么久，肯定是对面人少的，肯定对面人少的，所以又赚炼金一个头，回家了。我们因此也丢了一条小龙。但是这龙本来我们就争不了，本来就拿不了，本来就是白送给对面的。现在换一个头就赚一个头。出门看去哪？上路都太远了，而且我感觉现在中路很凶，要打起来，我得离中路近一点。中路能去就去，不能去就去跟下路潘森一波线要带进来。我队友打团再被撵着打，打不过的。团就死，团就死，所以先锋也是对面的，完全不是对手。只能要什么给什么，把自己的成型装先搞出来。我2件我成型了，但我队友还没成型，所以现在要拖。找机会，什么叫机会？找人数差。怎么找人数差？因为我此时此刻我是不是比炼金厉害一丢丢？我担心又不怕潘森，所以我敢往前带。只要对面身后没人，我就敢压榨他的活动范围，把他压在塔下，然后我再去逛街，就能因此打出人数差。人头比虽然咬得很死，但是我们家都是假人头。知道吗？因为这个人身上人头太多了。你看这个人武术鞋加血也不回买，出去去哪死哪，还一直唧唧歪歪，一定要屏蔽的，不屏蔽打不了的。发育，现在是陷入一个发育期。为什么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虽然团不过，但对外面也没什么资源可以拿了。对面要打小龙，我们让小龙；打先锋，我们让先锋，对吧？所以也打不起来。这打起来的都是自己作的，自己给机会的，自己玩的不好。说白了就是在乱玩。又去杀这个0杠几的厄斐琉斯，每次杀一个死几个，杀一个死几个。艾克已经12杠0了。首先我出了这套装备，我这套装备怎么定义呢？首先对线偏弱一点，对线虐闪剑不行。破败之后有了破败的伤害，单线就不怎么怕炼金了，然后补坦度就可以。接着补那种版本装备，就是死武、影魔刀这种版本装备，提升破败的斩杀线。然后那些橙装又会加蓝拳的坦度，对吧？所以你整体的属性坦度够用，斩杀线又会很高，比战斧的斩杀线要高一个档次，单挑能力也要高一个档次。看一下地图上，好像该漏的都漏了，弹波线，关键点都漏了。这个人虽然没漏，但是我知道他在打先锋方向，在先锋方向，所以不会多逗留，该吃的吃了。老鼠我是不会算的嘛，老鼠是个辅助，所以这波被他偷了2下，还差点交代了。看毕竟也有点坦度的这装备，蓝拳350加被动100，450点额外生命值加双抗，还是有一定的坦度的。出门2把长剑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加斩杀线，知道吧？我本来就有破败了，我接着补坦度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我们家要点伤害的，特别是我看到对面有艾克，艾克这种英雄
我只要伤害高，我很容易让他开不出大，所以我会把仅有的钱都投资在攻击力上面，一会儿就会有回报的。我现在是有踢，我在观察正面什么时候有机会，有机会我就下，我在观察，但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，他们打的没有机会，玩的很没用。炼金他也不参团，知道吧？你现在去参团你打不过对面。我现在有单线战斗力点优势，我就不会随便去正面，因为我去正面我就放弃了我的单线优势。正面打团能赢吗？一看整体局势，我觉得赢不了，所以我不会去冒险，我就先带着，我只会打人数差，或者说我不会来真的，我只会小刮小蹭，抓着嘛。我一直人在看正面的，但是真的没有机会下。对面放先锋装二塔，我准备跟他们换二塔，对不对？我们掉一组，我们这边拆一组就还可以，但得有单线战斗力才可以。我这波2件套，潘森也是2件套，扛塔掉太多血了，所以跟他打不了。想进草卡个视野，先咬一口红 W 再说，但他也有眼，不让我操作，死了。看这波会不会丢大龙？很难打。大龙也掉了。再看一下整体的人头比，你如果觉得这局游戏还能打的，唯一的依靠就是什么？我们小龙丢的不多，我们看能不能在这条线上，这基础上拖着玩一下，因为这已经是个死局了，看见没有？15-0的艾克加大龙 buff 已经是个死局了。我去正面没用，我改变不了正面情况，就正面靠一下，靠过去看有没有机会，没有我立马就发育去了，刷兵去了。因为你别看打的水深火热，他也才20分钟，知道吧？我让你一路高地，你也就拿条小龙，他游戏结束不了。发育吧，刷屏吧，看我的补刀，21分钟，我保证了自己210刀。这叫什么？这属于是就甭管外面发生了天大的事情，我吃了镀层，我吃了2塔，我有自己的210刀，我的发育是不受损的。在这种局，你打出这个发育，你才有一定的单挑能力，你知道吧？你才有一定的单挑能力，要不然你没有单挑能力，你就带不了线。随便拍一个炼金，拍一个潘森，拍一个艾克来就把你宰了，知道吧？我现在也只能保证了我自己的单挑能力，我的单线我不是很怕他们。带线，结果有龙 buff， 那算了，准备撤退。又是无敌艾克，那没办法，开个大劝退，结果我发现我开了大，他还想抓我 ，AQ 垫一个那个。对不对 ？AQ 垫一下斩杀线，发现他还在我攻击范围内，不开大，直接咬。这就是这局游戏的整的点。他很久没见过我面了，但是我一直在保证自己发育，对不对？你再肥的艾克，你又不出肉，我咬你还是一口。好，咬完了，艾克死在单线了，那正面。知道了，艾克不在，那正面就可以跟对面小搞一下。这边潘森也有露头，我等于一个人牵制2个，正面是多对面一个人的，再加上炼金就被抓到一个人数差，这边就有一个小的3打2的局面。炼金跟皎月同时到场，潘森去，我也过去掩护一下。这个整体我吃了一个艾克头，队友拿2个头，对面拿了大龙 buff， 但已经开始乱了。我这波拿了艾克赏金，身怀巨环，买打有魔刀触发不了的，所以我选择纯死5。这波算是我们反攻的号角。你光看这个局面，你觉得这局能翻吗？对面拿了大龙 buff， 就让鳄鱼吃一个赏金，鳄鱼正面人多打人少，吃了2个头，你觉得翻了吗？这只是转折点，你就这个局面，你觉得右边能赢吗？看一下整体阵容，看一下整体经济，这就赢了吗？这未免也太草率了吧！
不是啊，你能不能你分析局势啊？你不要知道结果再去聊过程呀。我们 AD 11个人头3件套，对面一个老鼠接近3件套，老鼠的输出当不了一个 AD 未打吗？哎呀，不想跟你杠这手，他别打乱。出门买出15，现在到了我这套装备的强势期了。破败蓝拳的体系有了，野魔刀、小魔抗补一点，买出我的15。现在到我的强势期，有团我现在会很乐意去打。艾克潘森在我脸上，我准备开个大去赌那个艾克的，我能秒他，我就一直看艾克，我这个位置进去，艾克出不来，啊的我脸上是死，直接让我咬住，他也开不出啊，盯准艾克，我一直在盯艾克，他不让我咬就是不想打输出，想打输出就会被我咬，我单防艾克。对不对？现在成型了，我们赢了我们的第一波团，由此可知，我们的下波团不会太难打，只要我继续还单防得了艾克，这游戏就能赢。现在我们有了跟对面抗衡的资本了，这局游戏。再看地图资源，围绕着地图资源去打架。现在两边对面2条小龙，我们1条小龙做不了什么文章，马上要刷1条大龙出来。我现在单挑很猛。小无敌，我是破败的，做到这套装备做到这里，单挑小无敌，艾克打不过我就没有人是我对手。潘森在附近，我也想蹲他一下，后来发现他想动我，好像是有人，牵完线赶紧跑了，小心对面收大龙。在这种地图资源刷新以前，对吧？该花的钱花出去，买个大尾巴刀，买个表，做好战斗状态。现在带着 TP 正面打起来，我就踢下去接。我的装备已经准备好了。我这波我虽然4杠4，但是现在我是全场最高战斗力。后来看一下我们家整体阵容太脆了，我们需要前排，所以我不能带，我直接选择走去正面，我踢下去。如果我被开了一个 C， 踢下去就去打残局，我残局未必打得好，所以我直接选择走去正面，点几个信号让暗示队友等一下我。小龙马上刷新了，会打起来的。皎月单开秒了老鼠。现在大龙刷新了，但是艾克有艾克，我们不好打大龙。看艾克准备闪现的时候，艾克出了狐狸翼。缩掉艾克追人，收割战场。推高地就是一路，回头还有条大龙，好像还没刷。那先推着嘛，大龙刷新拿大龙，感觉这个东西都不用推。最后一波团兵败如山倒，喊不过了，去找艾克位置。这边就一个 C， 这边就一个 C。你看我出现在这个位置。这个东西持续多久？当时弹幕我记得说我是不是不该开这个卡？也没看见他这个技能。东西持续多久？
他的哪个技能 ？W 技能吗？5秒内，5秒内。回顾这几局，你们发现什么东西没有？我鳄鱼不是在刷钱，就是在刷钱的路上，我只会在刷钱的路上去打架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把的补刀都是跟着时间线走的原因。你想打1v2，你想接管游戏，你首先得保证自己的发育装备跟得上整局的一线发育。这算不算把你问的中期该干什么的事情讲透了？还用接着找例子吗？其实我这几把讲的东西主题都是每一波该干什么，都不是中期了，就你每一波出门该干什么。但我不是在告诉你们我的思维方式吗？我在想什么，大概是个什么框架，你得学会去思考呀，像我一样的模式去思考呀。你想的跟我东西跟我不一样，或者说有点偏差，那至少你得有思路呀。我不是说打着打着发现我打团卡不住，单挑打不过，我不知道干嘛了，跟着 ADC 屁股后面，